家里的花养了很久，只长叶子不开花，甚至叶片边缘发黄焦枯，这根本不是品种的问题，而是你一直把它饿坏了，尤其是缺少了植物开花最关键的动力，也就是钾元素。很多人这个时候会跑去花市买各种昂贵的催花药，其实最顶级的钾肥就在我们身边，那就是被很多人当成垃圾扔掉的草木灰。这一把不起眼的灰烬，如果懂得怎么用，它就是植物界的万能补药，不仅能让花芽分化速度快1倍，还能杀菌防虫，让你的花盆再也不板结。大家在养花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个误区，觉得只要给足了水，给了阳光，植物就理所应当要开花给你看。其实植物也是很现实的，它的生命活动主要分成2个阶段，一个是营养生长，就是长根长叶子，一个是生殖生长，就是开花结果。当你的植物一直看起来绿油油的，叶子长得很大很亮，但就是不见花苞，或者花苞刚出来就掉落，这就是典型的营养过剩，但生殖无力。这就像一个人吃得很胖，但是干活没力气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，往往是因为土壤里氮肥太多，而钾肥严重不足。氮肥是长叶子的，钾肥才是长骨头、长花苞的。如果不补充钾肥，这盆花就算养10年，它也就是一盆观叶植物。这个时候草木灰就派上大用场了。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，以前没有化肥的时候，庄稼长得好不好，全靠灶台底下那一堆灰。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留下的精华，它里面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所有矿物质元素，其中含量最高的就是钾，其次是钙、镁、磷以及各种微量元素。可以说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天然、最全面、最温和的复合肥。把草木灰用到花盆里，就像是给植物打了一针强心剂，能迅速激活植物体内的各种酶，增强光合作用的效率，把叶片制造的营养物质快速搬运到花芽上去。有了充足的粮草供应，花芽分化自然就快，开出来的花朵不仅大，而且颜色特别鲜艳，花期也能延长很久。我们要想用好草木灰，首先得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它是草本或者木本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我们说的是纯粹的植物燃烧后的灰，不是烧塑料、烧煤炭或者烧垃圾留下的灰。那些东西里面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，倒进花盆里就是给花投毒。真正的草木灰质地非常轻，摸起来有点涩涩的感觉，这就是碱性的特征。正是因为这个碱性特征，它在养花过程中既是神器，也是双刃剑。大部分开花植物是非常喜欢钾肥的，但是如果你的土壤本身就已经板结盐碱化了，或者你养的是那种特别喜酸的植物，比如杜鹃、栀子花、茉莉花，在使用草木灰的时候就要掌握技巧，不能像撒胡椒面一样乱撒。那具体怎么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催花效果呢？最直接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制作草木灰浸出液。这个方法相当于把草木灰里的钾离子全部释放到水里，做成速效的水溶肥。你只需要找一个大的塑料瓶或者塑料桶，把平时收集来的草木灰抓2大把放进去，然后加水。这个比例其实不用特别精准，大概就是1份草木灰加上10份到20份的水。加完水之后，盖上盖子使劲摇晃，让灰和水充分混合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水变得浑浊发黑，这很正常。摇匀之后，把瓶子放在一边静置。这个静置的时间至少要24个小时，让草木灰里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到水里。等到第2天你再看，瓶子底下一层沉淀物，上面的水虽然还是有点颜色，但已经变清了很多。我们要用的就是上面这层清液，这层清液就是浓度很高的钾肥水，而且还含有钙和镁。在给花浇水的时候，不要直接倒进去，尤其是那种根系比较弱的小苗。我们要把这个清液倒出来，再兑上清水稀释一下。一般是取1杯草木灰清液，兑上10杯或者20杯的清水，混合均匀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浇灌在花盆的土壤里了。这种草木灰水浇下去，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大概连续浇个2-3次，间隔7到10天1次，你会发现植物的叶片开始变得厚实挺拔，不再是那种软趴趴的样子。
这是因为钾元素增强了细胞壁的厚度，让植物的茎秆变得强壮了。紧接着，在枝头的顶端或者叶处，就会开始冒出小小的花芽。对于那些月季、绣球、天竺葵这类开花机器，在它们孕育花蕾的阶段，这种草木灰水简直就是神仙水。它比买来的磷酸二氢钾要温和得多，而且因为它含有各种微量元素，还能预防植物因为缺素引起的黄叶病。除了促花，草木灰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功能，就是壮根。俗话说养花先养根，根深才能叶茂。很多时候花不开，是因为地下的根系出了问题，根系吸收不到营养，上面的花苞自然就长不出来。钾元素能促进根系的生长和发育，特别是对那些球根植物，比如朱顶红、风信子、百合花，草木灰更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你家有种这些球根花卉，在种植的时候，可以在土里拌一点草木灰，或者在生长期浇灌草木灰水。嘿嘿，你会发现地下的种球长得特别大，第二年复花的时候，花剑抽得特别高，花朵巨大无比。我们刚才讲了泡水浇灌，其实草木灰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做底肥或者追肥。在给花换盆的时候，可以在盆底的土壤里拌入大约 5%到 10% 的草木灰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补充钾肥，更重要的是为了疏松土壤。现在的花油很多都用泥炭土或者椰糠养花，这些介质虽然透气，但是缺乏矿物质，而且用久了容易变酸。加入草木灰正好可以中和土壤的酸性，补充矿物质，防止土壤板结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像仙人掌、多肉植物这样喜欢透气性好、怕积水的植物，草木灰能吸走土壤里多余的水分，防止烂根。不仅如此，草木灰还是天然的消毒剂。大家在修剪花枝或者给植物分株切块茎的时候，伤口如果不处理，很容易感染细菌真菌，导致黑腐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手边没有多菌灵之类的杀菌药，直接抓一把干燥的草木灰涂抹在伤口上，它能迅速吸收伤口流出的汁液，形成一层保护膜，阻断细菌的入侵，伤口愈合得非常快。很多老花农在扦插枝条的时候，也会在扦插机制里拌一点草木灰，或者把插穗的底部沾一点草木灰再扦插，这样生根率会大大提高，就是利用了它杀菌防腐的特性。再来说说病虫害的问题，很多花友看到花盆里有小黑飞、红蜘蛛或者是蚜虫，就头皮发麻，喷药又怕在家里有毒性残留。其实草木灰水本身就有很好的杀虫效果，你可以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草木灰浸出液，不用兑水，或者是少兑一点水，装在喷壶里，直接喷洒在有虫害的叶片正反面。草木灰里的细微颗粒会堵塞害虫的气孔，让它们窒息而死，而且它的碱性环境也是害虫不喜欢的。对于土里的蜗牛、鼻涕虫这种软体动物，它们最怕身体接触到干燥的草木灰。你可以在花盆边缘撒一圈干燥的草木灰，形成一个保护圈，这些害虫一碰到就会脱水，根本不敢爬进去啃食你的花草。不过虽然草木灰这么好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有度，不能神化它，更不能无脑滥用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宁稀勿浓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刚买回来的小苗，或者是根系受损的植物，吸收能力比较弱，如果你浇的草木灰水浓度太高，高浓度的钾离子反倒会烧伤根系，造成肥害。一旦出现肥害，叶子边缘会像火烧一样焦枯，这个时候要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土壤，把多余的肥料冲走。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就是土壤的酸碱度平衡。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观花植物，像茶花、杜鹃、米兰，它们是喜欢微酸性土壤的。如果长期大量单一的使用草木灰，会让土壤慢慢变成碱性。碱性土壤会让铁元素被固定住，植物吸收不到铁，新长出来的叶子就会发黄，这就是缺铁性黄花病。所以对于这些喜酸花卉，草木灰可以偶尔用，作为补充钾肥的手段，但是平时还是要配合硫酸亚铁或者发酵的淘米水来维持土壤的酸性。或者你在制作草木灰水的时候，可以在里面加一点食用醋，中和一下碱性，这样既补充了钾肥，
又不会破坏土壤的酸碱平衡，这就是高手养花的辩证法。首先要登场的就是骨头，平时家里吃剩下的猪大骨、鸡骨头、鱼刺，千万别随手丢进垃圾桶，这些都是最好的磷肥来源。很多花友直接把吃剩的骨头埋进花盆里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生的骨头或者带着油盐的骨头进土，不仅会招来蚂蚁虫子，还会发霉发臭，烧坏植物的根系。正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但是稍微要费点功夫。你需要把这些骨头收集起来，放在高压锅里煮。这一步是为了把骨头里的盐分和油脂彻底煮出去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因为盐分是植物的杀手。煮干净的骨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晒到什么程度呢？晒到骨头变得干脆，一敲就碎。这时候你就找个锤子，把骨头砸成小碎块，越碎越好。如果有条件磨成粉，那就更完美了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骨粉。这个骨粉怎么用呢？最好的方法是做底肥。在叠花上盆或者换盆的时候，抓一把骨粉撒在盆底或者拌在土里。骨粉在土壤里会缓慢分解，源源不断的释放磷元素。这跟草木灰不一样，草木灰是速效的，浇下去几天就见效，骨粉是长效的，管得了1年半载。你把草木灰的速效钾和骨粉的长效磷结合起来，简直就是黄金搭档。你的花想不开都难。除了骨头，还有一个被大家严重低估的宝贝，那就是鸡蛋壳。很多人觉得鸡蛋壳就是补钙的，没错，植物也需要补钙。缺钙的植物根系长不好，新长出来的叶子容易皱缩，最要命的是花苞容易掉。你辛辛苦苦盼来的花苞还没开就掉了，很可能就是缺钙。而且鸡蛋壳里也含有不少的磷。处理鸡蛋壳比处理骨头简单多了，把蛋壳里面的蛋液洗干净，一定要把那层透明的薄膜撕掉，因为那层膜容易发酵生虫。洗干净后晒干，捏碎，或者用搅拌机打成粉。这里有一个进阶版的用法，也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秘方，叫做醋蛋液。你找个瓶子，把碎蛋壳放进去，然后倒进白醋，也就是食用醋。这时候你会看到瓶子里开始冒泡，这是酸碱反应在释放二氧化碳，同时把蛋壳里的钙游离出来，变成醋酸钙。等到不再冒泡了，这个溶液兑水稀释1000倍，用来浇花或者喷叶子。这对于那些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，像栀子花、茉莉花、茶花，简直是救命神药。它既补充了钙，又调节了土壤酸碱度，还能让叶片翠绿发亮。配合我们前面讲的草木灰，一个补钾，一个补钙磷，一个调碱，一个调酸，你手里的工具就齐全了，可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土壤情况。讲完了磷和钙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日常的维护。草木灰和骨粉虽好，但也不能天天用。日常浇水的时候，如果能加点料，那效果更是事半功倍。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淘米水。我知道很多人听过淘米水浇花，但是用错了的人比比皆是。直接把淘米水倒进花盆，土壤会板结，还会生虫发臭。淘米水必须发酵。找个大塑料瓶，把淘米水装进去，还可以加点切碎的橘子皮或者柠檬皮，这样发酵出来的味道就是清香的，不臭。把瓶盖拧上，但是别拧死，留一点缝隙透气，放在有太阳的地方晒。夏天晒个10天半个月，冬天晒个把月。等到水变清了，原本沉在底下的淀粉都分解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用了。兑上清水，比例大概是1:10。这个发酵淘米水里含有丰富的氮磷钾，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综合性叶肥。你平时浇水就用这个，到了花期前再把草木灰水加上去，这就是所谓的薄肥勤施。植物一直处于一种不饿也不撑的舒服状态，它的生长速度会让你惊讶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有些花友养的是观叶植物，比如绿萝、龟背竹、发财树，它们不开花，是不是就不用草木灰了呢？其实也需要，虽然钾肥主要促花，但它也负责植物体内水分的代谢和抗逆性。也就是说，钾肥足的植物不怕冷不怕热，抗病能力强。但是观叶植物更需要的是氮肥，长叶子嘛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制作黄豆水。
家里发霉的黄豆或者煮多了吃不完的黄豆，煮烂之后连汤带豆装进瓶子里发酵。这个味道可能有点重，所以一定要密封好，发酵时间长一点，至少2-3个月。发酵好的黄豆水是含氮量最高的有机肥，比买的尿素都好使。使用黄豆水的时候，千万要稀释足够倍数，1:50甚至1:100。把它交给那些长叶子的植物，那叶子长得比巴掌还大，绿的流油。如果你觉得发酵太麻烦，还有一个偷懒的办法，就是在花盆边缘远离根系的地方戳几个洞，每个洞里埋进去2-3粒煮熟的黄豆，然后盖上土，让黄豆在土里慢慢分解，释放氮肥。这个方法简单粗暴，但是效果出奇的好，特别适合比较大的盆栽。说了这么多自制肥料，可能有人会觉得麻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，更重要的是养护土壤。化肥用多了，土壤会变成死土，硬得像石头，透气性差，根系在里面憋屈。而我们用的草木灰、骨粉、淘米水、黄豆水，这些都是有机物，它们进到土里会吸引蚯蚓，会滋生有益的微生物。这些微生物和蚯蚓会帮你松土，把土壤变成那种黑黝黝、松软透气的团粒结构。这种土是有活性的，叫做活土。在活土里生长的植物，根系可以自由的呼吸，拼命的往下扎，根深了，上面的枝叶自然就繁茂。而且利用这些废弃物养花，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。看着原本要扔掉的垃圾，变成了滋养生命的养料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循环的美妙。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智慧，取之于自然，还之于自然。当然，我们养花不能只盯着肥料看，环境因素也很重要，比如光照。再好的肥料，如果没有光合作用，植物也吸收不了。草木灰补钾能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，但是前提是你得给它光。除了那些特别耐阴的植物，绝大多数开花植物都是阳性花卉。像三角梅、月季、茉莉，那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。你得把它们放在家里光照最好的位置，最好是南阳台或者露台。光照充足，配合草木灰的催化，花芽分化才能顺利进行。如果光照不足，你施再多的肥，它也只会徒长，长得细长细长的，就是不开花。还有浇水，有一句行话叫干养根，湿养叶。要想花开得好，浇水得控制，特别是在花芽分化期，比如三角梅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控水，就是故意不浇水，等到叶子有点发蔫下垂了，再给它浇透。这样反复几次，给植物一种危机感，它觉得我要渴死了，赶紧开花结种子，传宗接代吧。在这个控水的过程中，配合使用草木灰水，效果是最好的。因为草木灰里的钾能调节气孔的开闭，提高植物的抗旱能力，让它在控水的时候不至于真的干死。修剪也是催花的关键一环，很多花友舍不得剪，看着枝条长得长长的，心里高兴。其实那些细弱的枝条，向内生长的枝条，交叉的枝条，都是在空耗营养。你把它们剪掉，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去开花。特别是花谢之后，一定要及时把残花剪掉，还要回缩枝条。这时候紧接着给它浇一次草木灰水和氮肥，促使它发新枝。新枝长出来，才会有下一波花。所谓的爆盆，其实就是通过修剪和施肥，让植物发出无数个新枝头，每个枝头都顶着花苞，那才叫壮观。对于新手朋友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拿1-2盆花做实验。比如你家里有2盆一样的绿萝或者吊兰，一盆按以前的方法养，另一盆试着每半个月浇一次稀释的草木灰水。2个月后，你把2盆花放在一起对比，那个差别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用过草木灰的那盆，叶片明显更厚，颜色更深，茎秆更粗壮，而且不容易生病。这种直观的对比会让你对这种土法子充满信心。养花其实也是在养心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大家都很焦虑。回到家摆弄一下花草，给它们配配土，施肥，修剪剪，看着它们一点点变化，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。
植物是非常诚实的，你对它好1分，它就还你10分的灿烂。当你看到亲手养的花开得满坑满谷，那种成就感是任何手机游戏或者是短视频给不了的。